隐身黑鹰 RUH-60是真实存在的，在美军内部已经列装，只是一直秘而不宣。如果不是2011年美军抓捕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美军已经偷偷研发出了隐身版的黑鹰。更让火力军想不到的是，海军之矛行动暴露之后，美军还是藏着掖着。关于隐身黑鹰的消息，美军是一点儿也没说。火力军都以为隐身黑鹰已经跟科曼奇一样被美军淘汰了，直到有人在阿富汗机场拍到隐身撤退时的照片，才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到现在为止，消息也就这2例，等于说隐身黑鹰问世后，美国一直严格保密，从未公开做过公开演示，具体模样也无从得知。但是火力军认为，隐身黑鹰其实已经秘密列装了。世界上销售最多的直升机黑鹰，堪称直升机领域的 AK-47， 美军在外作战时都会带上黑鹰。只是在2011年的海神之矛行动中，美军却掏出了2架隐身黑鹰，带着海豹突击队完美地避过了巴基斯坦的防空网，来到本拉登的小别墅，当场将其击毙，堪称一场教科书式的作战模式。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一架黑鹰因操作失误坠毁。刚开始美国表示坠毁的只是普通版黑鹰，结果媒体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架黑鹰是我们没见过的全新版本，一款隐身的黑鹰直升机。只是美军在撤出战场前已经将这架受损的直升机炸毁，毕竟其中的隐身技术属于是秘密，留在现场的只是一堆面目全非的残骸。不过在残骸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信息，比如从尾部残骸来看，显示尾桨桨骨十分奇特，有一种蝶形整流罩，可以判断它可以与机体结构形成流线型过渡，减少雷达波反射，可以理解为 F117 折射 B2 涂层 F22 倾角隐身技术的集合体。从旋翼残骸来看，主翼为了降低噪声，可能采用了5片旋翼，以及 V22 鱼鹰的可轻转旋翼变动方式。普通版本的黑鹰用的是4叶十字式主桨，5叶桨的震动和噪声会小一些。这款黑鹰也有雷达隐身的设计。从残骸来看，它的尾梁顶端是一种菱形截面，菱形结构是 F22 等隐身战机的标志性特征。我们不妨推测，既然尾椎这种小地方都被设计为菱形面，更别说整个机身结构了，肯定也有类似菱形截面这种棱角分明的设计，以此降低雷达反射。隐身版黑鹰一共出现过2架，抓捕时坠毁1架，另一架现在存放在肯塔基州贝尔堡航空团基地内。因为是定制，所以黑鹰不属于美军作战序列内战机。隐身黑鹰第一次曝光是海神之矛行动，第2次曝光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要不是这次亮相，火力军都以为隐身黑鹰就像 F117 那样，损失1架就全部退役了。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就有人在喀布尔机场拍下了美军撤离时驾驶的隐身黑鹰。这一张看着模糊，暂时无法确定。结果到了第2天，又出现了几张隐身黑鹰的照片，也是在喀布尔机场，这次没有起飞，算是比较清晰。但是火力军感觉这架隐身黑鹰和普通黑鹰没太大区别，也就除了机头比较尖，机身有棱线，特别是垂尾和尾桨，与之前击毙本拉登时暴露的黑鹰相差甚远。所以有人怀疑，隐身版黑鹰在巴基斯坦坠毁之后，西科斯基公司就对隐身黑鹰进行了修改，不再是之前全隐身概念，而是局部隐身设计，只对关键部位进行处理，有一定的隐身效果就行，起码不会像之前坠毁的隐身黑鹰那样，因为一个操纵失误而坠毁。这个看法也不是不可能。西科斯基曾经和波音联合研制了科曼奇，拥有技术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西科斯基属于洛马公司旗下。改造个隐身黑鹰难度不大，难的是如何优化完善。与固定翼飞机采用隐身设计的初衷一样，直升机采用隐身设计也是为了降低被发现的概率，进而提高生存能力和作战能力。直升机主要活动在低空或超低空，虽然可以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掩护，但随着探测技术和防空武器的发展，直升机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便携式防空导弹、高炮、高射机枪等防空武器都是直升机的大爹，甚至士兵手中的步枪都能将直升机击落。
在这些防空武器中，地空导弹是最大的威胁，尤其是重量轻、尺寸小的便携式防空导弹，更是直升机的大敌。苏阿战争中有大量直升机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在中东的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也都有不少，甚至是在俄乌战争上也是如此。美国早就知道这个问题，所以隐身黑鹰的构想在80年代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希克斯基公司在1978年的时候就研究过这玩意儿，在给美国陆军的低雷达散射截面机身配置分析中，介绍了3种降低雷达探测的配置，其中配置1为修改标准黑鹰的机鼻头部分，配置2是对机身进行截头3棱柱的边线修改，第3种则是将机身侧面的直线改成扩展的倾斜平面，类似于梯形。如今曝光的隐身黑鹰很明显的借鉴了以上3种配置中的修改方案，同时在旋翼桨叶部分又有很明显的科曼奇风格。另外，隐身黑鹰还利用了大量的复合隐身材料，通过外观的方式增强隐身性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或多或少影响了黑鹰的性能。就比如抓捕本拉登坠毁的黑鹰，就是因为隐身设计。当时的隐身黑鹰拥有高度机密的高光谱成像仪导航、电子压制吊舱、实时语言翻译系统、智能辅助射击系统，都是美国陆军特种作战的高级货。所以坠毁的原因就只有一个：隐身加重。想要将隐身特性加到直升机上，就必须给直升机增重。在加装了大量的涂层装甲和旋翼覆盖设计，每一片桨叶都有锡箔材料和延长结构的基础上，隐身黑鹰的气流操控性就对天气极为敏感。从阿富汗驶向巴基斯坦境内目标时，发现目标地区的气温超过设定，同时整个庭院的周围高墙把直升机向下的气流裹住，没有外泄，直接使原本打算屋顶垂降攻坚的隐身黑鹰无法控制机身稳定，就好像是沸锅上飘着的纸片，被滚水挤得左右飘摆。这个状态有个直升机术语叫涡环状态，别管多高科技的直升机都只有一个结果。于是隐身黑鹰的机尾直接怼上了一边的围墙，直接坠毁。除了增重的问题，隐身直升机的隐身难度也很大，或者说无法全面隐身。直升机对目标的打击主要集中在目视距离或短距离范围内，通常会采用超低空以山体、峡谷等为遮挡物的突防方式，而不是在空旷的高空进行飞行。因此对雷达隐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隐身的特点主要在噪音上面，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螺旋桨与空气摩擦产生高频噪音，并且会引起气流漩涡，产生很大的噪音。这个噪音在几公里外就可以听到。这个噪音算下来可以分为2种：发动机与桨叶噪音。发动机比较好处理，加一个隔音材料就完了。麻烦的主旋翼和尾旋翼旋转时产生的噪音，无论怎么优化都不可能达到无声，只能通过改变桨叶形状、增加桨叶数量来控制噪音，下降到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隐身黑鹰就是如此，增加了桨叶数量，改变了桨尖形状，顺便在发动机部位安装隔音材料。隐身黑鹰的噪音传播距离可控制在1公里之内，甚至更低。就跟抓本拉登那次一样，肯定是黑鹰都到头顶了，还没多大的声音，要不然本拉登肯定会有警戒。只是隐身黑鹰虽然优势独特，噪音隐身、红外、雷达隐身能力都远超普通直升机，但这样的隐身处理会造成成本大幅增加。正因为如此，只有极少数的黑鹰被改造为隐身版本，一般也只用于执行特种任务使用。所以除了贵，没有大规模列装的原因就是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隐身直升机的作用只有一个，运送特战队员深入敌后实施斩首行动。具体的用法就是跟击毙本拉登一样，但是在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比隐身直升机更香。隐身战术通用直升机唯一的用途就是输送特战队员深入敌后执行高危特战任务。由于具有很强的隐身能力，直升机可以尽量降低被敌方发现的概率。特种部队战力强，主要承担摧毁高价值军事目标，比如斩首敌方重要人员、突袭敌方指挥所、夺控机场、港口等高价值目标，也可以执行侦察监视任务，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此外，还可以执行营救任务，解救被绑架己方人员。而渗透到作战区域是特种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渗透行动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特种部队后续行动。各国都非常重视特种部队的渗透训练以及输送装备的采购。渗透作战基本上都是空中渗透，用的飞行器要有飞行速度快、飞行距离远的要求，因此空中渗透也是一种最为迅速的渗透战术。隐身直升机的出现为特战队员提供了更为给力的空中渗透工具，可以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只是按照当前的战争情况，渗透作战的情况已经很少见了，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发高超音速导弹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发。还有黑鹰的前辈科曼奇 RAH-66， 先进吧，集侦察、对地打击、空战能力于一身，整体的隐身机身多面体圆滑边角设计，采用锡箔材料，发动机进气口设计，排气管降温遮掩设计，涵道风扇围降设计，被称为直升机中的 F-117。科曼奇原计划作为新一代侦察武装直升机，成为美国陆军的主力机种，取代 AH-1 武装直升机和 OH-56 侦察直升机，并部分替代 AH-64 武装直升机，但还是在2004年下马。有人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贵，确实它是一个原因。科曼奇追求全隐身设计，先进确实是先进了，但是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从最初的2500万美元上升到5000美元，但是火力军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性价比不行，价钱与作用不成正比。毕竟直升机无论怎么优化都无法消除噪音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就是无人机技术成熟了，科曼奇能干的活，无人机都可以比它干得好。无人机滞空时间长，可在空中盘旋10多个小时执行任务，这是任何有人飞机都无法匹敌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无人机便宜，而且不会造成作战人员伤亡。死贵的科曼奇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不过隐身黑鹰属于通用型直升机，有科曼奇的隐身，但没有科曼奇那样的局限性。贵一点就贵，美军可以接受，虽然作用不大，但是有总比没有强。隐身直升机实施人质救援还是可以的，而且局部隐身直升机的难度其实很一般。在制造隐身黑鹰的时候，美军的技术已经足够了，什么隐身涂层、隐身结构已经一清二楚。而且希克斯基已经对隐身直升机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力深厚，而且最后集中体现的还是局部设计，也就是喀布尔机场上那架嘴巴比较尖的黑鹰。而且希克斯基曾经改装过一架 OH-58 基奥瓦侦察直升机，也验证了鸭嘴式机头的隐身效果。而且直升机的外形要求没有战斗机那么高，随便改，只要能飞起来就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降低噪音，这点隐身黑鹰改善一下就好。就跟在阿富汗机场拍的隐身黑鹰那样，不要求全面隐身那么高大上。总的来说，如果阿富汗机场上隐身黑鹰是真的，那么可以确定的就是在美军内部，隐身黑鹰肯定是已经列装了的，只是隐身黑鹰作为小众改进型，注定不能成为批量型号，而且执行的大部分是见不得光的任务，所以美军只要有意不公开，那么我们就找不到隐身黑鹰存在的证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隐身黑鹰还有什么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